从做平头老百姓开始，种田卖菜，做点小本生意，雇人开店，买地盖房子，村头拉呱，恋爱结婚，再去做侠士，学武功，劫富济贫，剿匪安民，或是被生活所迫，来个顺手牵羊，去莲花池、小西天，甚至是地府，四处探索，结交江湖好友，用武力征服，或是以德服人，甚至用钱买官，终究成为一方城主，建设城镇，开疆护土，保居民安居乐业。有着超精细的古风人物、建筑建模，城市还会跟着选择动态变化。这样的游戏，它是真的要来的吗 ？Hello， 我是周年红酸。还记得1年前火爆一时，然后就开始招兵买马的烽火与炊烟吗？沉寂了1年，如今 Steam 页面第2支实机 PV 也是都来了。我们种田人能期待的高品质大制作国产游戏真的不多，光速爆肝，让我们逐帧看看有哪些惊喜吧。朱元璋模拟器是从平民开始自由行动，最终当上城主的。会有一些任务指引，但整体是自由度比较高的。第3人称的俯视角 PV 展示的都是男主，会有不同的服装，应该也有女性主控。我们可以自己在城市中瞎逛，上别人家吃席，去酒馆听八卦，而市民也都有自己的人生，是相当鲜活。根据主创的采访，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城市的发展，居民的反应。比如你摸了别人家箱子，就会坊间流传有盗圣出没。而类似大表哥，你可以在游戏里为所欲为，但做多了坏事也会被通缉惩罚。做人嘛，是要有地方住的，落脚的地方感觉刚开始可以随便选一块荒地，自己搭个房子安顿，甚至是直接发个破草屋，而后续有了钱就可以去城里买块地了。建造是类似模拟人生的，可以一砖一瓦随意搭建，但同时它又是古风，比如这个窗户砖瓦的样式都非常的特别，有2000多种建筑部件，近1000种家具灯具、花瓶、书画等等，全都来源于唐宋以来的画作典籍，而且全都是手工绘制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牛掰。目前没有看到主控和家具的交互，这个也不难，应该是会有的。而游戏可以结婚，应该也能生娃，会有类似模拟人生的普通路人，也有类似星露谷 RPG 里更多见的有故事的居民，不知道结婚对象是不是有限定的。而搞钱，我们中国人的第一桶金那得是种田，有60多种植物，拿来吃的小麦水稻，可以做药的水仙、牵牛花，搞纺织的棉花等等，要注意温度湿度，还要用技巧和工具增产。虽然目前除了马都是猪、鸡、牛之类的家禽，但据商店说也有30多种可以骑阵战斗，还能升级。而如果不想种田，也能去打工，做做打杂、搬砖之类的灵活。有了本钱就可以开个商铺，而开店的玩法也是比较细致的。EV 就有讨价还价的选项，客人的对话说他们对价格和货品的态度，上门订货等等。看介绍还有开分号、搞恶毒的商战，甚至雇人生产、自产自销、压低成本的玩法。当然都是古代了，也能行走江湖，行侠仗义，可以爬房顶烧掉假药，潜行劫富济贫，抢马车帮人脱困，找到隐藏的密室，剿匪抓悬赏的盗贼等等。感觉这些都需要庞大的支线任务体系才能撑得起来。而武学上除了拳脚，还有长剑、弓箭等等，也会有丐帮、葵花派、红衣派等等的门派，不仅能学各色的武功，还能搞江湖势力、拉帮结派。目前没有 UI， 看不到具体的养成界面，但毕竟玩法是很自由的，希望这块也能像 GTA 老滚之类搞得自由一些。此外还有小西天、莲花池、阴曹地府等等的特殊地点，感觉会是秘境副本之类。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，但最终游戏还是以城主作为主目标的。可以给自己建个皇宫，规划建设城市，应该是像创世小玩家2一样，设定目标让村民来干活的。制定政策、管理外交，应该是 P 社游戏那种比较偏文字和图格子的东西，而守城战斗就是重头戏的玩法了。新 PV 展示了更多，包括骑砍，骑在马上砍人，可以自定义组装车头、车身、贴花各个部件，除了样子不同，也会影响强度的战车，还有工程 key 等等。玩法应该也是类似骑砍，我们将带头冲锋。无论是靠外交谈判还是攻城掠地，应该都能获得更多的领土城市。
此外，游戏也有多人的规划，你既能作为单独的小人加入他人的世界一起生活，也能带着自己的整个城市，是相当的敢小。不过估计短期还是只支持单人游玩。目前游戏已经 Steam 上架，8月份看群是做完了70%-80%，估计年头就能有个 demo 了，说不定明年也能发售的。那么这次这是你期待的种田黑神话吗？点个关注和酸一起蹲蹲吧。感谢收看，我是种田狂魔酸，下次再见了。